我家门口有一家菜篮子，老板娘人很热情，会和走进小店的每一个人寒暄。今天下班晚呢？今天你家吃火锅吗？今天买苦瓜是准备炒苦瓜鸡蛋。他就这样透过一家小店了解着来往人们的生活。每次买完菜出门之前，他都会送人家几根调味菜，有时是几根香菜，有的时候是几根韭菜。只是一家普通的菜篮子，却是我每天下班以后最喜欢的地方。戴着褪色袖套的老板娘倚靠在角落里，忙着称重，忙着寒暄，忙着往你的塑料袋里塞几根香菜。这一切让我觉得亲切又温暖。在这个孤独的城市里，这家只有几平米大小的菜篮子被高矮错落的楼体淹没，却是离烟火气最近的地方，也是离家最近的。后来去的多了，我开始知道那个梳着马尾辫围着蓝色围裙的老板娘和我一样30刚出头。断断续续的我开始了解她的人生。高中毕业，勉强考了个专科学校，学电子商务。毕业之后考过专升本，开过淘宝店，在小公司当过文员，还做了几周的直播。后来遇到现在的老公，结婚生子，2个人经营着这家小店。从20岁到30岁，整整10年，他只用了几分钟的时间，就完成了概括总结。他说20多岁的时候看过网上的很多励志故事，想过多读点书，草根翻身，在城市立足。他说30岁的时候，每天4、5点钟起床，坐在老公的小3轮车上，身后拉着他们一家3口的生活。他说20多岁的时候，喜欢干净，喜欢时尚，想开个服装店，想当体面的白领，就是没想过去买菜。他说30岁的时候，他已经穿烂了好几条围裙，他关注市场和菜价，心疼蔫了的黄瓜和西红柿，喜欢新鲜蔬菜上半干的泥土和晨露。他说20岁的时候，他想改变的东西很多，比如父辈的贫穷，比如自己的平庸。他说30岁的时候，他好像什么都没能改变，却被生活改变了许多，比如火爆的脾气，还有年轻的面容。他说20来岁的时候，曾经觉得这个社会挺不公平的，为什么有的人天生条件就那么好，自己摸爬滚打，却没人拉他一把。他说30岁的时候觉得自己挺幸福的，女儿懂事，老公体贴，也算有点家业。苦难的人有很多，自己已经算非常不错。我后来在菜篮子的门口看到过他家小孩，白白净净的小姑娘，趴在店门口支棱起的小方桌上，拿着铅笔学着写数字。她老公呢，弯着腰整理门口一筐又一筐摆出的水果，来来往往，行人匆匆。一茬一茬的同龄人里，有的人他会偶尔羡慕，有的人也偶尔羡慕他。他过着他30岁的人生，平安和顺，不卑不亢。我想起黄登在他那本《我的2本学生》里还原的一些故事。一所普通的2本院校，里面容纳着数量庞大的普通学生，他们绝大数出身平凡，一路按部就班地跟随着应试教育的脚步，走进大学校园，不拔尖儿，却也不落后。他们曾经对未来野心勃勃，跃跃欲试。后来毕业，他们绝大多数租住在拥挤狭小的出租屋里，接纳一份平常却也自足的工作。那些野心逐渐沉落在一路飙升的房价里，沉落在摩肩接踵的地铁里，
也沉落在父母的苍老和心甘情愿的平凡里。他们一旦有了一份稳定的工作，就会很快的结婚生小孩，忙于家庭，然后承担责任。他们每一个人就像每一个夜晚每一栋高楼里亮起的每一盏灯，好像一样，但好像又不同。他们是我，也是我一路遇见的人。我今年30岁，有一群年纪相仿的朋友，有一群年纪相当的同事，出门会遇到年纪差不多的路人。我们一样，如果对比20岁时候的野心，现在的我们都不算是有出息的人。我们没有成为作家、学者和这个社会的精英，我们只是日出而作，日落而归，为琐碎的生活而烦恼，为些许的进步而欣喜。可也许被生活打磨过的我们，才真正开始懂得何为生活。那些被打磨掉的棱角，在我们看不见的地方温柔地支棱起来，教会我们珍惜一日三餐的温暖，支撑我们成为一个能发光的平凡的大人。晚安，希望你快乐。